钱包、相机、社交、娱乐、工作，只要你和社会接轨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离不开手机的。有句话说得很好，现在出门不带现金、银行卡、身份证没啥影响，但是不带手机的话，真就寸步难行了。不过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手机经过这么多年迭代，加入了一堆新功能的同时，也挤到了很多老功能、老硬件。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那些曾经火到爆，现在却逐渐消失的手机功能硬件，看看到底是真用不了了，还是厂商让我们被迫接受。当然，以下出场的顺序呢，不代表重要程度，请观众老爷不要过度解读。去年蔚来发布手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蔚来汽车换电是一个主要卖点，那么他们做的手机会不会也是换电设计呢？毕竟手机快充再快，充满呢也得10来分钟，而换块电池10几秒就行，妥妥是革命性产品啊！其实手机换电技术10几年前早已经是正式商用了，只不过呢，现在基本是取消了。那么大伙上次用可以更换电池的手机是什么时候、什么机型呢？可以走一波弹幕。手机上可拆卸电池被取消，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机身堆叠需要。现在手机内部空间堪称是寸土寸金尤其是相机军备竞赛之后，进一步挤压了电池部分的空间，这就跟换电设计的空间需求存在一些冲突。而且旗舰机呢还会涉及到 IP68 的防尘防水先不说防水手机换电次数多了，后盖都可能出现松动，就更别说保证防水性能了。当然，随着大电池、高功率快充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大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大家日常的续航焦虑，间接降低了对于可更换电池的需求。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旗舰机支持自己换电池，但是相比不可更换电池会牺牲 IP68 功能，同时呢会让手机变得更加厚重，你会愿意选择换电方案吗？充电时绿灯提醒，没电时呢红灯提醒，有通知呢会闪烁。消息提醒灯可以说是早些年大多数手机的标配，但是现在呢，除了部分千元机，还有大部分机型都已经是砍掉了。主要原因呢，还是全屏时代下，手机正面的边框是越来越窄，屏占比越来越高，没有多余的空间塞下这个硬件。虽然说后来部分手机的机身背面搞了一些 RGB 灯，同样呢可以起到消息提醒的效果但是基本是装饰属性大于实用属性。随着 OLED 屏幕的普及，细屏显示、细屏提醒、全天候显示等等功能的加入，带来了更加直观的信息提醒效果砍掉这个功能我觉得属于是感知不强了。曾几何时FM 收音机呢是很多手机的标配功能尤其是功能机时代。时过境迁，现在 FM 收音机呢同样是在智能手机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原因嘛，主要还是智能手机普及加移动互联网时代，催生了各种新的内容生态，大家的日常视听娱乐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音乐类 app 呢也是内置了丰富的电台功能。对很多人来说，手机上的 FM 更多的是对于过往岁月的一种怀旧吧。曾经很火，现在消失的功能里面，3.5毫米耳机孔肯定是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有段时间，这个接口呢也被网友称为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孔。要问万恶之源是谁，那必然是那个为了推自家 AirPods 砍掉耳机口的 iPhone 7。但其实iPhone 7呢并不是第一个干掉耳机口的手机，早在 iPhone 7发布前的5个月，乐视超级手机2代就全系砍掉了耳机口，并且用上了 Type-C 音频输出。只是当时呢没啥人跟，影响力跟苹果呢还是没法比。在刚刚取消3.5毫米耳机口那会儿，手机包装盒内通常呢会送对应接口的耳机，或者说给你留一条转接线。到现在嘛，新手机基本是没啥这种附加配件了，砍掉3.5毫米耳机孔已经是大多数手机的共同选择。至于苹果砍掉耳机孔之后，为啥安卓阵营也是一溜烟的都砍掉了这其中有一大部分原因呢是无线蓝牙耳机时代的到来。跟有线耳机相比 ，TWS 蓝牙耳机功能更多，无线连接呢更加自由，不用担心离开座位的时候耳机线把手机从桌上带下来。后来还有了降噪、通透、空间音频等等功能。当然 ，3.5毫米耳机呢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现在很多顶级的发烧友耳机依然是采用的是有线设计对于喜欢玩游戏的同学来说呢，无线耳机再怎么低延迟，还是不如有线来的低。当然，也有一部分呢肯定是跟风了。苹果砍掉耳机孔的时候，至少呢是拿出了自家的 TWS 无线蓝牙耳机方案，但当时很多手机厂商呢压根没有做自己的无线蓝牙耳机方案，就像苹果当年取消包装盒内的充电头一样，很多厂商跟风了一阵子，美其名曰环保，现在呢又重新给加回来了。那么取消3.5毫米耳机孔这个功能对你来说影响大吗？可以走一波弹幕。早期安卓手机的内置存储空间呢都比较小甚至都不如现在的内存来的大比如说 8GB、16GB 的 ROM， 去掉系统占用，留给你日常安装 App 存储照片、视频的空间就是捉襟见肘了。
所以 TF 卡扩展功能更多的是对于当时存储技术不够发达的一种补充，或者说是当时技术发展水平下更有性价比的存储方式。比如说64GB 的机身存储加上64GB 的 TF 卡扩展，早些年的价格呢确实要比128GB 的存储容量手机呢更加便宜。把常用的 App 装在手机上，不常用的视频学习文件放在 TF 卡里就很合理。当然，如果只是因为闪存技术发展倒也不至于将 TF 卡扩展功能呢赶尽杀绝。体验上 ，TF 卡的缺点呢就是传输速度比较慢，即便是现在规格高一点的 TF 卡，都不用说和如今的 UFS 3.0、UFS 4.0比就是和早些年那些 eMMC 5.1比呢，速度也是要更慢些的。而且近些年，安卓系统已经是不支持将软件安装到 SD 卡上面了，那些小而美的3A 巨作就只能装在内置的存储里面 ，TF 卡扩展的实际扩容效果呢就不是很明显了。当然，早些年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支持 TF 卡扩展会导致手机厂商高存储容量版本呢不好卖。毕竟256GB 容量日常安装应用呢是完全够了，照片、视频放在 TF 卡上其实也不太影响体验。取消 TF 卡其实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知道大伙对于这个观点怎么看呢？电容式指纹可以说是手机生物解锁方式昔日的霸主。解锁体验上来说正面电容式指纹是不输任何屏下指纹方案的，解锁速度非常快，响应灵敏，还支持活体识别。但是随着手机全屏时代的到来，留给正面电容式指纹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毕竟那会儿各家发布会都在隔3差5的比拼下巴谁更窄，屏占比谁更高。正面电容式指纹也从圆形矩形变成了长条形，直到最后消失。与此同时呢，由于各家旗舰开始进入了相机军备竞赛，越来越大的相机模组开始挤占后排空间，加上屏下指纹的普及，后置指纹也开始慢慢淡出主流舞台了。目前手机上的电容式指纹基本都是电源指纹2合1的侧边指纹，主要呢是用在一些低端机型上，因为识别面积比较小，加上放在侧面，解锁体验对比昔的正面电容式指纹呢确实倒退了些。而且光学指纹经过这么多年的迭代，使用体验呢已经是很不错了。超声波屏下指纹那就更不用说了，基本是全面超越。希望各家厂商能够加把劲，赶快普及下超声波屏下指纹吧。全金属机身当年有多火呢？这么说吧，从千元机到旗舰机，它都是全金属。再看看现在的手机千元机呢，清一色塑料边框、塑料后盖；终端机呢，更是不到3000元，连金属中框都不配有了。我寻思着这几年铝涨价也没那么狠金属机身的优点呢，就是质感通常都不错，而且机身强度有保障，散热呢也会更强些。反正比现在千元机各种塑料机身是强多了。但是为啥金属机身的新手机现在基本是看不到了呢？首先是5G 时代到来，对于机身的天线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金属机身天生不利于天线的布局设计。同时也会影响无线充电功能，就这2点基本是宣告了如今的旗舰机和全金属机身呢是要说拜拜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金属机身这东西虽然说它的质感下限高，但是想要玩出不同花样，做出足够的差异化其实还挺难的。比如说在4G 时代末期，大家都在用喷砂金属工艺、纳米注塑天线、CNC 亮边，旗舰机和中低端机型是比较难体现工艺的差距的。印象中好像也就 iPhone 7、7 Plus 上的亮黑。用金属机身做出了一些差异化有点类似于玻璃的观感，但是很容易刮花。相比现在各种 AG 玻璃、镀膜玻璃、陶瓷后盖，不同定位机型能够形成的设计差异化呢就比较大了。所以在5G 时代下，大家现在基本是看不到什么全金属机身的手机了。屏幕压感这个功能 ，iPhone 用户呢估计会比较怀念最早呢是在 iPhone 6S 上系列标配的，从此手机的交互就多了一个纵向操作的维度。比如说重按弹出扫码菜单，重按呢打开手电筒。安卓这边当年也是跟风过不过很快就发现感知不强，核心原因呢还是软件生态号召力呢不太行。很多安卓厂商跟进这个功能初期，基本是没什么 APP 去适配，后续适配了之后，但大家又发现好像不上压感，并不会对长按弹出小菜单体验有大的影响。关键是呢，这个东西会让整个屏幕模组变得更厚，以至于后来苹果自己也给砍掉了。目前来说搭载屏幕压感技术的机子，更多的是偏向于一部分特殊应用的机型比如说游戏手机，结合压感呢，可以实现更多的操作。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真全屏机型呢？可以把你们的机型打在弹幕上。2024年的新机里面想要找一个完整无瑕的真全屏手机，还真没有即便是最新的屏下摄像头方案，依然是存在2个缺点。一个呢是前摄拍照清晰度明显不如常规机型，
另外呢，就是屏下摄像头区域的显示效果还是会和屏幕周围呢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其实完美的真全屏方案几年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从前后双屏设计到滑盖全屏，最后胜出并普及的是升降摄像头方案。它的前摄清晰度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还能起到主动防窥效果。整块屏幕的显示素质也可以有保障。当然有优点自然也有缺点，因为手机内部要塞入升降机械结构，所以呢必定会挤占本就寸土寸金的手机内部空间。同配置下会相对更加厚重些。不经常用前置摄像头的还好，但如果经常用的话，前置摄像头周围这一块呢也容易出现一些积灰，同时呢也做不了 IP68 防尘防水。如果现在的影像旗舰要做升降摄像头方案，那基本是不可能了。至于为啥升降摄像头真全屏方案后续快速被单摄挖孔屏给淘汰的原因呢？除了以上这些，时间节点也有很大关系。当时刚好是遇到 4G 全面转 5G 的时间节点。当时手机的电池密度、SOC 能效、5G 功耗都远不如现在，手机的很多堆料都需要为大电池散热堆料让路，也就导致前一年升降摄像头还在全面开花第二年呢就基本没啥机子在用了。发展到如今，随着前摄挖孔越来越小，手机屏占比呢越来越高，大家对于真全屏的执念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当然，我觉得肯定呢还是会有一部分用户对于正面完整无瑕的一整块屏幕形态存在执念，这点呢就只能等真屏下摄像头方案技术进一步迭代更新了。前几年大伙还经常能听到 LCD 永不为奴非 LCD 手机不买等等，物以稀为贵，甚至不少1500到2000档位的机型还把 LCD 作为产品卖点，比如说当年的 K30S， 后来的爱酷 Z 系列，红米的 Note 11T Pro 等等。当时大家喜欢 LCD 屏幕的主要原因呢有2个，首先是 LCD 屏无频闪真 DC， 尤其是前几年确实要比同期很多480赫兹低频 P.2 调光的 OLED 的机型要好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使用寿命更长，遇到经常开车导航以及短视频这种场景，不会出现屏幕烧屏。而导致如今 LCD 屏基本在1500元以上市场消失的原因呢，其实也挺简单。随着国产 OLED 的全面崛起，成本不断降低，现在同价位 OLED 的屏幕无论是亮度、对比度、响应速度、模组的厚度、边框控制，都要比 LCD 呢强许多。关键呢还能支持屏下指纹、息屏显示这些功能。另外呢，就是这2年随着国产高频 P.2 调光 OLED 的普及，屏闪这块论绝对值可能还是不如 LCD， 但是对比以前呢已经是大大改善了。因为高端机型用的少，也渐渐导致最近几年手机上的 LCD 显示素质已经是停滞不前了。好一点的 Full H+ 分辨率 LCD 屏，全屏分质亮度呢最高也就在600尼特左右，2K 高素质 LCD 屏则是完全消失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今后呢应该是看不到啥给力的 LCD 屏机型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盘点的曾经火到爆，现在逐渐在手机上消失的功能和硬件了。这里面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可惜的可以发个弹幕。当然，我们没有提到的，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讨论，看看有没有同道中人。总的来说受限于手机的尺寸空间，有些功能消失那是真的没有办法，而大部分功能的消失，现在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小部分是因为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也有小部分呢确实是厂商强迫我们接受的。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